美股喺4巫日迎來咗全面重挫，涉及合約金額高達5.7萬億美元嘅期貨同期權結算，令到市況極度波動。道指低開之後最多跌過652點，最終收跌446點，標普500跌咗1.5%，而科技股重鎮嘅納指更加係大跌2%。最得人驚嘅係美國指控超微電腦 SMCI 高層走私輝達晶片到中國，搞到股價單日暴跌33%。同一時間，中東戰火繼續升溫，布蘭特期油喺美國時段收市倒升3.26%，去到每桶112.19美元。老實講，現時嘅市場充滿住極度嘅矛盾，一方面 AI 基本面強到逆天，另一方面宏觀環境又恐怖到極點。到底我哋應該恐慌拋售，定係滿街鮮血先係入市時機？今日我會用最硬核嘅數據同大家拆解呢個困局。好，喺我哋正式開始之前，照舊要提一提大家，本節目所有內容都係我個人嘅分析同觀察，只作資訊交流用途，並唔構成任何投資建議。投資涉及風險，大家做任何決定之前，記得要做足自己嘅功課，衡量翻自己嘅風險承受能力。當然，最重要嘅係，如果你覺得我嘅分析對你有幫助，就記得 comment、like 同 share， 再訂閱我哋嘅頻道，咁就唔會錯過我哋每個禮拜嘅深度市場分析。要理解大市點解跌得咁慘，我哋必須先睇懂聯儲局被迫改寫嘅劇本。喺最新公布嘅 FOMC 會議點陣圖入邊，2026年底嘅利率中位數維持喺 3.4%， 即係話乜嘢？今年只得返一次 0.25 厘嘅降息空間，甚至有7位官員主張今年完全唔降息。更致命嘅係經濟數據嘅修正，聯儲局將2026年核心 PCE 通脹預測從 2.5% 大幅上調至 2.7%。油價因為霍爾木茲海峽受阻而飆升，摩根士丹利已經將降息預期延後到9月。環球債息亦都顯著攀高，美國10年期債息抽升至 4.397 厘，2年期債息跳升至 3.9278 厘。當通脹壓力再次升溫，聯儲局嘅雙手就被徹底綁死。呢種 higher for longer 嘅資金環境就係壓垮高估值科技股嘅宏觀天花板。值得留意嘅係，市場有一個極度詭異嘅現象，就係避險資產集體跳水。現貨黃金連跌多日，紐約交易時段一度失守4500美元水平，白銀更一度插水跌至每盎司68美元。當股市同金銀同步遭到猛烈拋售，呢個已經唔係單純嘅避險，而係一場標準嘅流動性擠兌。熱錢正喺度不計代價咁換取現金。我哋再睇睇期權市場，全市場嘅 put call ratio 大幅跳升至 1.12， 代表市場充滿咗極度恐慌嘅避險買盤。另外 CTA 等趨勢追蹤基金過去1個月已經喺全球股市減倉800億美元，但係根據歷史回測數據，過去10次 put call ratio 突破呢個水位嘅時候，往往係標普500指數嘅短期底部，1個月後嘅上漲機率高達 100%， 平均報酬率為 6.88%。聰明錢其實已經暗中買入違約保險，市場嘅潛在賣壓被大量消耗，隨時會出現技術性反彈。面對呢種流動性收緊嘅警告，我個人嘅做法係絕對唔會盲目追沽。根據美銀嘅量化數據，當 VIX 恐慌指數上升時，表現最抗跌嘅係具備現金運用同埋高品質特徵嘅公司。相反，高槓桿同純炒夢想嘅成長股會遭遇最猛烈嘅屠殺。我嘅具體策略好明確，避開高負債、無實質現金流嘅投機股，將資金集中配置喺定價能力強、賬上現金充裕嘅優質企業。另外，我會適度配置大宗商品嚟對沖通脹，因為美銀調查顯示，高達 34% 嘅頂級基金經理正喺度淨加碼大宗商品，創下2022年以嚟最高水平。呢個係應對2次通脹最真實嘅定價。個股方面，美光雖然交出咗一份神級財報 ，Q2 營收高達238.6億美元，毛利率狂飆至 74.9%， 但績後股價竟然下挫，主因係公司宣布上修全年資本支出至超過250億美元。華爾街用傳統大宗商品週期股嘅舊框架去睇美光，一見到礦產就驚產能過剩。但我個人嘅觀察係，高頻寬機睇 HBM 已經係算力時代嘅主權債券，冇 HBM 輝達嘅 GPU 就係廢鐵。美光嘅重資本投入係為咗鎖定未來訂單嘅護城河，呢次下跌絕對係一次嚴重嘅錯殺。只要 AI 需求不滅，佢依然係值得耐心持有嘅核心個股。講到地緣政治，特朗普喺美股盤後發出咗一個極具震撼性嘅貼文，佢表示美國考慮逐步結束喺中東嘅大規模軍事行動，甚至呼籲使用霍爾木茲海峽嘅國家，例如中國、日本自己派兵護航，美國唔會再免費做保鏢。如果伊朗真係向每艘貨輪收取200萬美元嘅安全通行費，全球供應鏈成本將會大增。呢度隱藏住一個極大嘅供應鏈危機。中東唔單止控制石油，仲控制全球 45% 嘅硫磺、33% 嘅氦氣、24% 嘅鋁以及 22% 嘅尿素同胺。當呢啲化肥同半導體原材料嘅運輸路線變成戰區，全球糧食價格衝擊同製造業斷鏈就會隨之而來。但喺物理世界另一個角落，一場基建革命正喺度上演。
2025年12月，美國用於建造數據中心嘅營建支出已經正式超越咗傳統商業辦公大樓。傳統商辦面臨估值雙殺，而數位基礎建設就係未來10年最確定嘅資本增長引擎。呢場 AI 軍備競賽實實在在咁改變緊人類對物理資源嘅分配。最後，我哋快速掃描一下非股市資產，美匯指數回升至99.79，反映美元嘅避險地位。而喺加密貨幣市場，雖然比特幣一度跟隨大市回調至69,000美元附近，但從鏈上數據 MVRV、SET score 跌至0.38嚟睇，比特幣正逼近歷史長期嘅價值低估區間。同時，布萊德嘅比特幣 ETF 依然錄得實質資金淨流入。喺法幣購買力受質疑嘅亂世中，聰明資金依然喺度逢低囤積呢類數字加密資產。總結今日嘅分析，市場正面臨宏觀緊縮與微觀 AI 爆發嘅史詩級碰撞。聯儲局降息預期大減，加上特朗普對中東局勢嘅反覆無常，令到 VIX 恐慌指數飆高。但大家記住，美股歷史上真正平穩獲利嘅年份極少，大多數時間都係由極端大漲同劇烈修正交織而成嘅。喺呢個時候，千祈唔好盲目恐慌，要專注於高品質現金流嘅企業、實質嘅 AI 基建，同埋適度配置大宗商品避險。好，今集嘅內容就差唔多到呢度。如果你想知我更多對於宏觀以及個別公司嘅詳細基本面分析，歡迎你加入我哋嘅會員專屬內容。我哋會喺會員區提供更深入、更具體嘅分析，連結就喺下邊嘅資訊欄。今集嘅跨市博弈就到呢度，我係徐立賢，我哋下一集再見。